为拒绝资方大乐饭局，1年内被取消了5个合约，也曾因为拒绝公子的追求连续3部戏遭遇幻觉。她就是7分容貌动人，12分演技能够勾魂的郭珍妮。妹妹啊，有妇这提到媚骨天成，大家脑海中想到的只能是郭珍妮了。她是一颦一笑呢，皆是风情的祸国妖妃赵合德，也是一身道袍就能勾魂摄魄的林小黛。我有这么妖吗？当年的佟丽娅已经是颜值巅峰了吧？可在那部剧里这佟丽娅的赵飞燕在郭珍妮的赵合德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你以为她只能演妩媚吗？不是的她还是《步步惊心》里飞行决绝的绿芜，是《花絮引》里仅靠眼神就能在冷酷杀手莺歌和天真小白兔锦雀之间无缝切换的演技派。曾经呢，她在10年的时间里疯狂的拍了50多部戏，被誉为是横店女王的拼命三娘。可为什么这样一个演技、颜值、勤奋样样占齐的演员，却突然宣布要退圈了呢？郭珍妮的演技呢，从来不是靠天赋，而是靠拼命。孙红雷在和他拍这个《一代枭雄》的时候呢，被他的演技给震撼到了，当场改口，从小师妹尊称为是老郭。他拍戏到底有多拼呢？拍这个刁蛮俏御医的时候呢，有一场针灸的戏这剧组呢没有请专业的医护只找了个临演导演呢还要求不能只扎表皮，结果呢一针下去，直接刺穿了他的虎口，把他疼的是浑身颤抖，冷汗直流，却连一句怨言都没有补完妆继续拍。拍泥水戏呢险些窒息，他也不用替身，在片场呢遇到老鼠从他的头上爬过，掉在身后，他只能是闭着眼睛亲手将其拨开。刚出道的他呢，连换个房间都不敢要求，生怕会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你可能会说了，那这么拼命这么有眼界的演员为什么就不火呢？因为他太干净了，也太刚烈了。他从出道起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3不原则：不炒作，不潜规则，不传绯闻。可这3不原则在那个资本横行的年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而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呢，是2008年那场极其恶劣的照片风波。当时呢，他刚拍摄完一部剧叫做《奶娘》这制片方呢为了博眼球，竟然在 DVD 的封面上呢，把他原本穿着黑色吊带的剧照呢恶意给 P 掉，换成了一个极其香艳裸露的造型。一时间那是全网哗然都在指责他为了火那是不择手段。他好不容易靠着一个个角色积累起来的形象，那是一夜尽毁。这一次郭珍妮呢没有再忍，他是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当即呢就把这个出版商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赔偿100万。这场官司呢他虽然说赢了，但他呢也彻底得罪了他惹不起的资本。在拍完《潜伏在黎明》之前，他再次拒绝了配合绯闻宣传的要求之后呢，他的资源被彻底截胡，他从横店女王变成了无戏可拍。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封杀，他没有像其他的艺人那样哭诉卖惨，他只是默默的收拾好行李，退出了这个让他爱过也是伤透了心的圈子。那你可能会说了，同样是长得美又拼命，为什么人杨幂刘诗诗、唐嫣这些个85花们都成了顶流，而演技呢也是丝毫不输他们的郭珍妮，却落得个查无此人的下场呢？这就是选择的不同。这85花们呢选择的是一条流量之路，他们更懂如何在资本的游戏规则里去周旋、去妥协、去博弈。他们用话题度和商业价值为自己呢杀出一条血路。而郭珍妮选择的是一条最笨、最难也是最纯粹的演员之路。他不愿意配合炒作他不愿意在饭局上陪笑脸，他甚至会因为觉得剧本不符合史实而和制片方是当面争执。他就是那个在《花絮引》里呢，他演的莺歌一身傲骨，宁折不弯。最终呢，当资本发现这个不听话的演员无法为他们带来最快最大利益的时候，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如今的郭珍妮呢，早已淡出了大众的视野。他一个人去旅行，去青海的草原上教孩子们唱歌。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角色里的悲欢演完了，现在该把灵魂还给自己。他用自己的半生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演员的保质期从来就不在那些虚假的流量榜单上，而在每一双曾为他的演技落泪的眼睛里。他输给了资本，却赢回了自己，这或许才是一个女王最体面也是最狠的退场。